英国34岁水手不慎坠入海中，惨遭1000公斤鲨鱼活活吞噬。2天后，在鲨鱼腹中发现残骸和破碎的衣服，最终该事件的细节被登上报纸。据《卫报》报道，1911年，一名水手意外从蒸汽船上掉入水中，紧接着一条鲨鱼突然从船的下方出现，直奔正在水中挣扎的水手。当时超过50名船员目睹了这场可怕的悲剧。随后，这起袭击事件的细节被记入了报纸，成为了这一事件唯一的书面记载。1911年，英国的蒸汽船奥尔德盖特号停泊在佛罗里达州的彭萨克拉湾港口，海浪轻轻拍打着奥尔德盖特号的船体。奥尔德盖特号是一艘由英国制造的钢螺旋推进轮船，于1906年首次下水。这艘船被用来承载各类大型货物。在19世纪，英国的蒸汽动力船只是连接大英帝国内外的纽带，运输着无数的货物和人员。1911年11月8日，船员们正忙碌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卸货、装货、清洁甲板和生活区，为即将到来的航行做最后的准备。彭萨克拉湾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木材工业兴盛，渔业也蓬勃发展。这里生产的木材会被运往美国各地，乃至遥远的国外。朱尔斯·安托万是这艘船上的一名看守员，他一直以来都是船上最可靠的支柱，时刻关注着船只的安全运营。他不仅需要协助导航，确保船只安全通过，还需要处理桥上或甲板上突发的紧急情况。然而，在这个平静的日子里，一场意外发生了。朱尔斯在港口值班时不慎落水，水花溅起，船员们立刻察觉，纷纷奔向船舷。他们俯瞰着水面，发现朱尔斯正在水中挣扎。他拼命朝船尾游去，呼喊着请求帮助。在这可怕的瞬间，朱尔斯的呼喊声突然中断。船员们看到水下出现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条庞大的鲨鱼正悄无声息地移动着。它的身影如此庞大，充满威胁。鲨鱼直奔朱尔斯的位置，有目击者称这条鲨鱼长达12英尺以上。它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船员们拼命呼喊着，让朱尔斯往前游。但朱尔斯的游泳速度并不够快，鲨鱼巨大的头突然冒出水面，用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住朱尔斯的大腿，试图将他拖入水中。朱尔斯被吓坏了，剧痛和恐惧充斥着他的心头。就在这生死关头，朱尔斯鼓起勇气，毫不犹豫地猛击了鲨鱼的头部。鲨鱼在水中盘旋了一圈后，松开了朱尔斯的腿。此时，其他的船员们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他们心怀恐惧，不想成为这条凶残食人鲨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通过监视器看到鲨鱼再次游向朱尔斯的方向，它从水下潜入，然后猛地从深海中冲出来，并张开巨大的嘴巴，狠狠地咬住了朱尔斯的右脚踝，不停撕咬着他。船员们想尽办法救助朱尔斯，他们抓起一根绳子扔向朱尔斯。就在朱尔斯即将脱离水面时，鲨鱼再次袭击。它锯齿状的牙齿再次咬住朱尔斯的左腿，迅速将他拉回水中。周围的海水瞬间被鲜血染红，现场引起一片混乱和恐慌。几分钟后，鲨鱼在水面下消失了，朱尔斯也不见了，这让船员们心急如焚。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打破了宁静。原来，朱尔斯并没有束手就擒，在这生死关头，朱尔斯开始尝试用另一条腿踢鲨鱼的眼睛。他明白，只有攻击鲨鱼最敏感的部位，才有可能改变局势。朱尔斯咬紧牙关，努力保持头部在水面上呼吸，然而鲨鱼却持续不断地将他往水下拖拽。混乱中，朱尔斯不停地挣扎着，最终成功浮出水面。吓坏了的船员们急忙拉拽朱尔斯，试图将他拉上船。然而，此时鲨鱼锋利的牙齿正深深嵌入朱尔斯的肌肉中，鲨鱼用强大的恶力碾碎他的身体。朱尔斯的尖叫声在海面上回荡。船员们目睹着这一幕，朱尔斯的躯体几乎被鲨鱼从中间撕裂开，血肉模糊，悲惨至极。在朱尔斯发出最后的呐喊时，鲨鱼突然消失在水下，留下泛着红色泡沫的海洋。船上的人们目瞪口呆，寻找着掠食者的踪迹。水面逐渐平静下来，嫣红的血迹渐渐消散。几分钟后，鲨鱼再次出现，这次从一艘平底船底下浮现。船员们眼睁睁地看着鲨鱼张开巨大的嘴，慢慢吞噬朱尔斯的躯体，他们无能为力。在那个恐怖的瞬间，一名船员因无法承受眼前的景象，晕倒在甲板上。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最终，鲨鱼消失在海面。码头上，其他船只的水手们深感恐惧，他们下定决心不让这只巨大的掠食者逍遥法外。他们齐心协力，商议制定了一项追捕计划。第二天，他们带着鱼叉和枪，乘坐小船踏上了追捕食人鲨的征程。虽然没有确切报道他们是否在那片水域设置诱饵，
但他们最终在该区域发现了一条长达3.6米的鲨鱼。当他们逐渐靠近攻击距离时，船上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向鲨鱼射出鱼叉，每根鱼叉都系着坚固的绳索，固定在船上。鱼叉刺入鲨鱼皮肤时，绳索瞬间绷紧，随着鲨鱼的重量开始拉扯，几根鱼叉同时发力，持续不断的压力使鲨鱼逐渐疲惫。到达岸边后，猎人们跳下船，紧紧拉住绳子，将那条沉重的鲨鱼拖上了沙滩。鲨鱼大嘴张开，锋利的牙齿暴露在外，强壮有力的尾巴来回摆动挣扎，试图回到水中。水手们拿出枪对准它，连续射击，最终鲨鱼停止挣扎，鲜血从伤口中涌出，它静静地躺在沙滩上。猎人们围在一起，其中一名猎人拿出一把刀，顺着鲨鱼的腹部划开，里面的食物残渣洒落在地上。朱尔斯未被消化的残骸逐渐显现，他的头已经被咬断，他的身体依然穿着衣服，靴子还套在脚上，靴子上布满了鲨鱼的牙印。猎人们需要船员来确认尸体，由于没有头颅，朱尔斯的船员们通过他独特的纹身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在鲨鱼的胃里发现了另一样东西，那是一块约 3.5 公斤重的珊瑚岩。或许是这只鲨鱼在捕食珊瑚礁上的小鱼时不小心将它吞下的。那条鲨鱼物种至今未被鉴定或报道。在佛罗里达海岸线附近，大约有15种常见的鲨鱼，其中9种是最为常见的，另外还有6种相对较少见。其中，公牛鲨和大白鲨是伤人最多的2种鲨鱼。公牛鲨既能在海水中生存，也能在淡水中生活，因此它们与人类的相遇机会较多。再加上其个性凶猛，公牛鲨曾撞烂游艇，咬伤游泳者，甚至夺走人类的断臂。据统计，截至2021年，公牛鲨已对人类进行了超过121次袭击，其中25次导致受害者死亡。而大白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鲨鱼之一，因其凶猛的个性而被称为是人鲨。它们最标志性也是最具攻击性的就是三角形牙齿，锐利尖细，如同一把锯齿，可以对猎物和人造成致命性伤害。而且大白鲨一旦咬住猎物，它的牙齿可以防止猎物逃脱，再通过扭动头部将猎物的身体撕碎，最后吞食腹中。截至2021年，已有超过314起鲨鱼袭击事件归咎于大白鲨，其中74起导致人员死亡。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有些被认为是大白鲨攻击的案例，实际上可能是公牛鲨所为。由于公牛鲨能生活在淡水区域，更容易遇到人类，因此其袭击人类的次数可能比大白鲨还要多。根据捕捉这条鲨鱼的猎手们估计，那条食人鲨的年龄可能高达70多岁，这一数字让人们瞠目结舌。虽然他们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仍不为人所知。如今，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计算鲨鱼脊椎骨周围每年形成的环圈或条纹来帮助确定鲨鱼的年龄。这种技术的应用为研究这些神秘生物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据报道，袭击并杀死朱尔斯的那条鲨鱼是该水域中捕获到的最大型的鲨鱼。专家们将这条鲨鱼的皮毛填色起来，并提供给了史密森尼学会进行进一步研究。专家称，那条鲨鱼可能是被繁忙的港口吸引到了这个地区，而朱尔斯不过是恰巧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不幸掉进了水里。如今，在佛罗里达，鲨鱼袭击事件变得越来越罕见。佛罗里达的渔业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委员会表示，在佛罗里达，人们被雷击的可能性是被鲨鱼咬伤的30倍，但这并不能阻止每年鲨鱼袭击人类的事件发生。据统计，1916年夏天，在美国东海岸10天内发生了5起鲨鱼袭击事件，造成了4人死亡。因为在7月的前2周，一股空前的热浪席卷了东海岸，数千人立即前往海边避暑。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让鲨鱼发现了食物。根据美国鲨鱼研究小组针对历年鲨鱼袭击人类事件的分析研究，他们找到了一些共通之处。首先，鲨鱼吃人和水温有关，水温较高的热带海域更容易发生鲨鱼袭击人类事件。其次，鲨鱼吃人和水深有关，超过一半的鲨鱼袭击事件都是在浅水区发生的。最后，鲨鱼吃人和时间有关，大多数以为最危险的时间是黑夜，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鲨鱼攻击事件都发生在白天。朱尔斯本该拥有美好的未来，却以如此残忍的方式丧生，船员们感到心碎。他们将朱尔斯的尸体送回岸边，交还给他的家人。据了解，朱尔斯的家人当时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他的妻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并接受了镇静剂的注射，以帮助他缓解情绪。随后，他妻子的家人也赶到医院，他们陪伴在朱尔斯的妻子身边，不断地给予他安慰和支持。朱尔斯的父母得知了这可怕的消息后，感到震惊不已。
他的母亲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在不到48小时前，他还与朱尔斯进行了通话。他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朱尔斯的父母内心被无尽的悲伤所笼罩。虽然鲨鱼袭击人类的情况并不常见，但每年仍有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当地警方立即下令暂时关闭该港口，以确保公众的安全。朱尔斯的离去成为了一次警醒，仍开始加强对海洋安全的重视。当地政府也在其他港口增加了警力和救生员的配备，也加强了海滩的巡逻和监控。